在我作品里经常能看到女孩的人像，可能或多或少她们都是我。我叫杜萌啊，我是北京人，9年，马上就10年了。在你吹玻璃的时候，它那一层薄薄的，它很像是皮肤，你通过空气、通过温度去塑造它，它也是有生命的一个东西。我以前本科是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的视觉传达，我是10年申请到了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，在那边读玻璃。我是我们专业第一个中国人，我在美国待了将近6年吧，就一开始差点就放弃了，觉得缺技术，就慢慢的自己做实验，自己补。吹玻璃其实它需要很短的时间做出很多判断，1秒的误差，它可能就导致你这作品碎了，或者就炸了。我就觉得很害怕，后来我就躲在铸造那屋，然后开始学铸造玻璃。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，哎呀，我不能丢人啊，不能被别人瞧扁了呀。研究生毕业创作玻璃的小白鞋。我第1年留下就是纯做那个驻地，后面2年就开始就教本科生一些铸造的课程，高地回声啊，还有1日啊，这些都是在14到16年比较自由自在的一些作品，像自画像一样的5个人像，那些吱吱呀呀长出来的状态，就是我那5年多在美国的状态。我就在高地的公园去散步的时候，就是1个月会挑一块石头回家，攒了1年。以前只做铸造，然后我做初 A 制的时候，我把2个方式结合到一起，结果收到玻璃业内比较认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奖——金泽国际玻璃艺术。那会儿特迷茫，当时其实是一剂强心针，帮我去正视自己。吹制的部分都是在日本，铸造的部分在浙江南浔，没有太多的去做很私人化的东西了，尝试着能够跟更多的人去沟通。但是我策展人告诉我说，有一个6、7岁的一个小姑娘，然后看完了我的作品之后跟她妈妈说，我觉得做这件作品的人她特别不开心。那一刻让我感受到沟通的力量，因为那段时间我确实不太开心，他们都闭着眼睛，有点低着头，不太愿意跟别人讲话，就是我当时的那个状态。回来有一段时间，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精神压力也很大呀。我就希望他们能透过作品读懂我。就我头一次用到了很多人造的元素，塑料的假花啊、假珍珠啊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你看上去特真，但它还是假的。对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好，或者周围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反应。国内目前因为玻璃很少人做，所以大家更自由。国内的制作的大环境确实还是不是太好。比如我要是想吹玻璃，我还得到处去找地方。玻璃这个东西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依赖设备了，你炉子一开，你人就得干活。虽然一开始很无助，但是一路走下来，周围很多人、家人、朋友，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幸福。